你跟我说这个是版本更新，有史以来最短的版本更新只有3分钟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更新呢，4分钟、5分钟、4分钟、4分钟，差不多4分钟3分半。为什么这一次更新这么短，而且是周年庆啊？官方你在做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是来吐槽官方这一次的更新内容的。各位也知道，以往如果我是要更新这些更新内容的话，一般都是在官方发布了这个影片之后的，可能晚一点才发布影片之类的。这一次是直接拖到第2天呢，因为我看到真的没有东西好更新了。但是转头一想，我好像可以去稍微骂一下这一次官方的更新，还有吐槽一下。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吐槽大会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更新的内容，我自己个人有什么看法。那首先最大的争议点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更新没有讲到登峰造极的皮肤？因为照理来说，官方更新的时间呢是在27号嘛，也是差不多快要9月的时间，而且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其实有包括周年庆的更新，但是重点是我这里就要吐槽第一点了，你连那个周年庆的界面什么鬼都没有放出来，你这一次更新到底是讲什么东西的？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我所讲的就是这个界面啊，你每天周年庆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这个东西啊，你连这个东西都不放出来，你这个更新的影片到底要讲什么？我知道我们这种老玩家是已经看习惯了，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了，但是有一些新玩家，刚加入万国觉醒的玩家，他们不懂啊，你要放出来呀。OK， 那么这里是国服那边微信所发出来的贴文啊，这里就有讲到，如果你参加周年庆的活动，你可以拿到组成皮肤，这个是官方公告里面没有说到的东西。所以它这边的组成皮肤不排除可能是紫色的皮肤啦，因为它没有说传说还是史诗级的。然后镜头是肯定会有拿到的。我们回到组成皮肤这一点啊，有很大可能这个组成皮肤是用旧的，不一定是用新的。但是我说实话，你是周年庆的话，你就设计一个新的出来好不好？不要这么难看，不要这么吝啬。那周年庆一般都是在9月尾的时候举行的，那我就回到刚刚登峰造极的内容了，你都已经在9月尾的内容都已经放出来了，为什么你不要连登峰造极的内容一起更新呢？就变成说这一次的更新很平平无奇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你都不透露。那相反的，他们这一次透露的就包括7000宝石的活动啊，这一次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拿这个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活动之中呢有一些其他的道具，但是我想说这一次的画质也太过模糊了吧，之前的画质好像没有这么模糊，这个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是官方影片的问题啊。那么我估计这个道具呢，应该是我们去周年庆那个商店那边可以兑换到一些奖励吧，像是什么城市主题金头之类的，也是一样，你可以用花钱的方式去解锁第3排。这一次活动还有包括那个什么斯芬克斯的回答，你这个只是需要用眼睛去看，然后回答问题就可以了。还有那个南瓜商店，这个南瓜商店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王国跟人家争夺，但是官方这边的影片呢也是完全没有透露他们那个影片拍的意义是什么，我真的搞不懂啊。反而我们去看越南版本的就有讲出来。那么这边越南版本你们可以看到，它点击之后呢，它就会跳转那个画面去到其他的王国，这个王国是跟你竞争的王国，然后你只是需要在这个王国里面搜索一些其他玩家的城市里面的南瓜就可以获胜了。当然你的数量要比别人多啦，如果数量不够多的话，你还是会输掉的。还有包括那个红包的活动啊，还有包括这一次7000宝石的活动，其实也是用指定的方式去获得更加多的道具，像它有一些护送牛车啊，打一些野蛮人之类的。作战演习这个也是日常会出现的活动，联盟竞猜，还有一个就是邀请你的老朋友回来玩这个游戏的活动。下一个部分是讲到那个奥尔良之围，它这个门口开放的时间会改去周末，但是它这边只是用口头说明而已，完全是没有出现到任何的画面了。相反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国服它就有说的比较明确，就说到星期5或者是星期6会开放奥尔良之围和兵无常势的关卡4跟关卡6。
同样也是发生在失落之地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峡谷商店那边购买新的采集饰品，但是这个官方也是完全没有放画面。我要看官方影片，就是因为官方影片有时候会爆料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呀，大哥。OK， 没关系，我去找了其他的语言版本，终于在越南版本这边给我找到了。那么根据这边的描述，就是采集速度提升 15%， 这一点又要吐槽了。你可以设计其他的东西，那为什么你只是提升这个速度呢？你这个 15% 的速度其实提升没有多少的，你知道吗？史诗等级的采集饰品都已经提升采集速度 10% 了，你金色才提升额外 5%， 到底有什么用？回答我。谁可以来回答我？你还不如再设计另外一个采集获得额外资源，提升 15%， 我觉得还更好一些。但那个重点还是你做这个饰品的话需要消耗多少的材料？120个传说等级的兽骨，哇，你这个费用这么高，我还不如去抢。你们知道这个120个金色的兽骨可以做到多少套金色的采集装备了吗？而且重点是我们拿其中一个装备给你们看，你只是制作这一件衣服而已，你的采集速度就提升 12%， 但是你用到的材料才25而已。然后你跟我讲刚刚那个饰品你要用到120个，提升 15%， 多一个 3%， 但是你这边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差不多是等于5倍左右，谁要去做？我做到几套金色的采集装备不香吗？他这边没有放图片给我们就算了，没有跟我们讲需要用到多少的材料就算了，也没有跟我们说可以拿到多少张就算了，你连他需要用到多少的峡谷币去兑换你都没有讲。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有多崩溃。所以还好我又有去收集资料，看到国服这边呢是有显示出来的。 OK， 那么在峡谷商店那边呢，你是可以兑换到一张完整的图纸，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只是说碎片而已，可以拿到30个，然后你要兑换一个碎片呢是需要用到1万的峡谷币。1万的峡谷币你们知道有多贵吗？我有这个1万，我还不如存着拿去兑换洗炼石。我兑换洗炼石需要用到2万的峡谷币，你这边只是兑换2个碎片就需要用到2万了。说实话，我是真的越来搞不懂官方设计这个东西出来的意义是什么了。因为对于一般玩家来说，要在峡谷那边打到比较高的排名是有一点困难了。我真的是想不到，除了那些大佬他们有很好的装备军器啊，已经可以打到很高排名，有很多峡谷币之外，有哪一些普通的玩家会想要去拿这个东西？费用又这么贵，你要去兑换它那个图纸又这么贵。真的搞不懂，真的搞不懂。在我们讲完征服赛季的东西之后，接下来他介绍的就是那个里程碑新的装扮。然后这个装扮呢，他真的只是放这个界面出来而已，就是你完全没有透露说里程碑有什么新的行军特效啊，它有什么新的战报啊，或者是有什么新的聊天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OK， 看到这里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议员你的要求也太高了，他没有放出来是给我们一点神秘感啊，以往的更新可能都没有讲呢。这个你就错了，我跟你们讲，在以往他放那什么大 CP 啊，还有贞德的一些新装扮，还有行军特效之类的，在以往都是会有放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技能特效、行军特效，还有包括他的报告打架出来之后是怎样的，这一次是完全没有放出来，你就给我看这个东西而已。这个东西我在之前都可以看到啦，我看这个影片来干嘛？相反的，越南版本那边我看得出他们是想要透露的，但是他们好像是没有拿到画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出现的画面依旧还是阿卡琉斯的，所以不排除官方这个界面可能是还没有做好，但是它后面显示的画面依旧也是一个里程碑而已，就连国服这边也是完全没有显示出来。哎，我也不懂他们在干什么。然后最后就是讲那2个新的骑兵统帅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新骑兵统帅的事情呢，我在之前就做过影片说明了，所以在这个影片中呢，就不跟大家浪费口水讲这件事情了，后面就是一大堆废话，然后有一些搞笑片段之类的，就是没有意义的内容。相反的，国服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之后有阿尔特米西亚的这个驻地技能了，但是这边也只是显示阿尔特米西亚而已，有没有其他新的统帅就暂时不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 IG 之战的邮件啊，如果有 IG 之战的那一个星期呢，他们就会把这个报名的界面顶到最上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你已经成功的加入了 IG 之战的报名。当这边的倒数结束之后，它就会撤销置顶。那么关于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大致上是这么多，那其实因为公告也没有写得很长啦，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讲了，主要就是我想要吐槽官方这一次的影片而已，真的不知道他们做这个影片来做什么。因为今天他们影片中所发出来的那些图片呢，基本上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到了，在之前上海聚会的时候这里都有显示出来了，所以我真的搞不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对于官方这个更新的影片有什么看法呢？还有对于我这个影片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